钟哥，中国人最爱吹一件事情了，全球人都想当中国人，生活多好。心想这笑话没有哦，今天连《华尔街日报》都专文报道，他说美国那些全心投入中式生活的美国大众，他指的是谁？是美国的 Z 世代，他们现在真的在向往中式的养生之道。没错，事实上现在中国风呢，真的是在美国部分地方吹起来了。那这连《华尔街日报》都报道这样，你就知道说，那我们知道这一位她就是一个女士，那个女士来说的话，她叫做诺埃布莱恩。那她当时我们看到她是个非裔美国人的身份，她就说了，我这个生活那么久，我突然之间觉得当中国人很好，所以你看他现在早上，我们刚才看到他早上时候做什么？早上喝一杯这个热的这个柠檬水哈。我们知道美国人是其实没有喝。全世界只有华人有喝热水的习惯，他要学这个。然后你看他刚才吃什么？他学吃这个用这个筷子吃这个红薯粉。对，红薯粉，这红薯粉是中国的这个。他拿筷子很标准的。对，没错，他煮红薯粉来吃啊，这样的，然后早上就吃这个。那你看他那边煮，这样吃。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说他是非裔的美国人的话，你又觉得他是中国人。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他说，不是只有我要当中国人，他说我们全家都很迷中国。你看他还拍个影片，就说他带着他的这个儿子啊，还带着这个老公呢，去奥斯汀当地的这个超市，然后超市他买了很多东西。你看他买了什么？买了什么山东的拉面啊，还买了这个蚝油、类似酱油，还有枸杞等等一些东西。他说这个他还问这个 ChatGPT 说，我要买这个中国厨房必备的食材到底有哪一些？我看到这个我快笑死了。他说他每天都问 AI， 每天早晨都想以一杯温热的花草茶开启新的一天。粥是我最爱的食物。他在家都穿拖鞋。对，接下来要尝试针灸。对，哇，真的假的？没错，我们就给他讲有几个习惯，我就说喝热水就是只有华人有的这个习惯，然后呢吃粥这种也是华人有，另外一个在家都穿着拖鞋。那美国人他们都习惯在家就是光着脚，不然这样的情形，或者穿，如果真的是需要穿的就正式的鞋子，他给他煮这个粥给他吃啊，然后也是一样买这个鲜贝饼干给他吃哦，然后他还在家里面来说就是反正我就不光脚，我要穿着拖鞋，那不只是我这样子，连我的小孩都要这样做，所以你看他就变得非常非常痴迷的一个对中式生活非常痴迷。好，那你还想说，那只有这位布莱恩这样做啊？没有，他现在其实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可以找到非常多都是这样的。中国 Z 世代真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对，他竟然穿什么东北大褂？对，没错。你看他干什么？他说我要来体验中式的针灸还有拔罐。对啊，你看拔罐假的，没有这个针灸跟拔罐本来有些欧美运动员也会用，只是说现在到民间，他们也都这个很多美国人也想要尝试看看。那甚至还有这个非裔的美国人呢，他到亚洲的超市去排队去买什么呢？去买这个亚洲的这个花草茶。他你看特制的玫瑰花，这个都中字，他就想中国字嘛，买回来就说，我要这个吃，我要喝这个茶。好，那另外还有什么呢？另外还有美国人在吃里面做什么呢？腊肠冬菇鸡。那腊肠冬菇鸡当然就鸡嘛，但是你要加一些蚝油什么有的没有的，对不对？你看你在我非常中国化的时期遇见了我，就拍成中国菜，对，拍成影片的这样一个状况。那甚至还有这个网红呢，教你说，我们知道说刚才不是有人说要吃粥吗？好，他还教你怎么煮粥，没想到点阅率还蛮好的哦。你看他买了这个疑似是这个老干妈的这个。他也真的太会了吧，老干妈。对，没错，太长了一罐，可能这样的话可以增加这个粥的这个味道。对，那好，那你想说，那我要 Chinese style 的时候，那我平常如果抽烟喝酒要做什么呢？你看，抽烟要抽这个中华牌啊，这个很有中国特色。那喝酒的话，当然是要喝这个青岛啤酒啦。这两个就变成是这个中国人的标准配备嘛。那美国的这个你想要中国化的话，那你可以做这样一件事。好，那除了这个喝东西吃东西之外，还要学什么？8段锦。那这是什么？这是美国人拍抖音拍什么？他跟中国人在学8段锦。那其实不只是8段锦。现在美国人也很流行什么太极啊，打太极啊，甚至学这个中国的功夫啊，很多人都这样子。所以你看，现在在抖音上面也可以找到非常多影片，都是美国人在学这个所谓这个中国功夫的。好，那我刚才不是讲一个 Chinese spaghetti 吗？这个其实是这样子啦，这个是其实在网络上流行的一个梗。
他们叫做什么？是这个中式的坏女孩。那个 Betty 其实就是说有点这个就是中式的坏女孩。对，其实坏女孩的意思就是有点很有吸引力的女孩叫坏女孩嘛。那他们就说，他们就打扮成这样，就是迷人的女孩子。他们要做什么？还教你怎么打扮亚洲式妆容。因为我们知道亚洲人的妆容跟欧美妆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那看他们要打扮成这个样子，是亚洲式的妆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说，他们这个很多欧美女性开始这样，他们要学中国的这样，早上运动，然后喝这个热开水的这个状况哈。所以在网络上有非常多中式 Chinese Betty 的，他目前为止风靡整个这个欧美的这个女孩界。好，那我们就讲，那当然了，外国这样报道的时候，中国一定会报道。爽死了。对，没错，就中国就开始报道了。你看，《人民日报》就开始报道了，他说什么海外网友为何热衷成为中国人？好，那成为中国人是海外社交媒体流行起来的。对，这场始于这个云端的文化热潮，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跨文化交流的新图景。好，那这个太开心了。人民日报报了之后，新华社也报了之后，就没讲。当然了，他们还有这个浙江广播电视台，也报了。他就说呢。他说：“老外向往的是中国社会用强大的基建跟供应链，把生活安全感拉到最大的能力啊！你看，他们由他们的这个主播这样念啊。那除了这样念完之外呢，当然了，这个媒体都播了之后，这时候记者就会来了。”就问这个他们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那你对于海外的现象，这个所谓的现象，这个想要当中国人的现象，你有什么评论呢？”对，他说：“这个林健就说，你看，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有意愿、有机会感受中国的发展变化，体验中国老百姓的烟火日常啊！而且是我很久没看到林健有笑容。对，没错。以前问到什么问题翻资料，跟闷的要死，这一次有笑容了。这个。”不一样了，对，所以你讲，事实上的确，现在这个海外的确有兴起一股所谓的学习中国的这样，或者说想要当中国人这个风潮。正峰刚刚讲，美国的 Z 世代现在已经掀起了中国风，都在学习，但他们有个东西一定没办法学，中国的碰瓷技术。碰瓷技术也太强了，之前我们讲过非常多次，这边撞一下，我要钱呐、现在已经进化到2.0了。除了碰瓷之外，还有假医生、假律师。我真的会被玩死的那一种是没有错。中国新年呢出现了很多碰瓷，什么呢？我们说碰一定要碰，但是他们现在连碰都不碰，就可以要求你索赔了。你怎么看呢？这一个假摔了，他是真摔了，不过他是怎么样？他是骑对了哭啦，滑倒啊！跌倒之后，你看他往后一看，看到后面这台车，回眸一笑，痴痴的盼他下车来搀扶他。结果这个驾驶好心真的下车了，对，然后他就说：“你按喇叭吓到我了，你要赔钱。”这样够水对不对？啊，不积极的案件够像我跟你讲。这个女生，这个大神呢，她其实也蛮有趣的。她本来是挑一辆黑色的车想要碰瓷，结果后来她看到，这辆白色的车好像比较好下手，结果她就跑来这边，你知道，她的姿势很漂亮，还先侧身，然后接着很丝滑的就躺在上面，还在追车嘞，没有错。接下来你看，然后这个驾驶当机立断，马古，他也追车，追车之后他做了一个手势，什么你知道吗？给我钱，往上给我钱。好啊，你知道为什么他原本选黑车，后来放弃吗？因为黑会吸的凶修啊啦，所以他就选那个白车。他这太烫了。对啊，你看超专业，专业到一个不行，对不对？好，还有一个最近非常红，而且让人家看得很不舍，什么东西呢？就是有一个大神，他骑脚踏车骑呢，遇到一辆车子，结果两个没有相撞，但因为这个大神呢，他吓一跳，自己跌倒了，结果。另外，后面有一台车呢，两个国中生骑车经过，看到欧巴桑跌倒，赶快下来搀扶他。然后呢，这个大婶居然说是你们吓到我，所以呢要赔我。你猜赔多少钱？多少钱？22万人民币，不，台币100万，台币100万，就这样，台币100万。对啊，你知道这种碰瓷还有一种更离奇的碰瓷，它是利用交通规则的碰瓷。对，赵哥，我要请教你面，我们通常开车，直行车有绝对的路权，对不对？对。结果你看这一个计程车司机他就马上每次都看到直行的时候只要有车左转或右转，他直接油门催泪就给弄，然后油门催给弄，一共讲我是直行的，所以你要赔我。而且他都专挑什么？专挑网约车，专挑营业车啊，因为网约车、白车他没有驾照嘛，对不对？所以跟着他没有银灯嘛，对不对？所以他必须要很吞忍的，就说好啦，如果我现在不赔你这个人我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交警更多的
才罚，因为他们就一直去查证，发现说这个人大概10个月中了90次，削了34万。再跟大家报告一次，他是人民币，所以台币150万元。好，我们讲碰瓷哈，它是一个很不道德的行为，对不对？对。没想到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居然形成一个产业链。你说碰瓷的2.0版真的没错，完全产业链、供应链都出来了。而且你知道还有谁参与吗？律师跟医师，我们公认怎么样？非常高，地位非常高的，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有一个女生，她的爸爸在十字路口，开车的时候，他直行车，对，然后右边他们本来有个 stop sign， 所以右边出来的车应该要 stop， 对不对？对，他没有 stop 就拢了嘛，拢了呀，2个就下车，对方就说，哦，好啦，我承认我错误，所以我赔你8000块，哦，结果贵几尊要，突然间他这个人他收到了一封律师信，他说，哦，当时虽然是我撞你，但是我车上有一个乘客，他的脖子受伤了，所以他跟他索赔10几万元。然后呢，你知道吗？这一个索赔不是没有道理，对，他居然第一个有律师信，所以有一个林姓律师出具什么律师信函，对。第二个，他在里面居然真的附上了验伤单，哦，所以代表有医生的官印官房，对不对？好，然后这个小姐就觉得很奇怪，我爸当时就没错啊，为什么突然间收到这个，然后就去投诉，结果你知道吗？后来发现类似这样的案件有100多起。而且都是同一个律师，对，都是同一个医生这医生律师也太坏了，帮忙做这些事情的。对，然后他这个医生他怎么开证明呢？他说，看你要怎么样的级别啊，你的级别啊，譬如说你想要住院住越久我就给你开越久的证明书，但你的这个诊断验伤单就要比较贵一点，所以他就可以开这样的东西给你。他可以因地制宜因人设事，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导致这个产业链越发蓬勃。我认为在这种状况下去只会撕裂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